开心啊！我觉得老板们占了别人的便宜还要卖乖，这个我受不了。就是你们实现你们的梦想，把大家都拖下水，还要告诉他们是他们的荣幸，这个我觉得太欺人太甚了。所以你跟薛教授成就的事情，成就在你们自己身上，做老板赚自己的钱，创自己的业，出自己的名，而叫别人付出他们的人生，我觉得不得已可以这样做，可是把它讲成理当如此，而且没有别的选择，这个太过分，所以我没有办法接受。可是我要跟你辩的不是这件事情，我有事情要跟你们讲啊，老板们我们就先不聊。总是996的公司，在我看起来有2个最大的问题，是你必须要闪避，不应该继续待在这家公司的。第一个，公司的员工不知道自己在忙什么，才会总是996。你都不知道自己在干嘛，你才会总是加班，要不然你最多就是月初加班或者月底加班，你总知道你干嘛加班，而不是把加班当成了常态。所以这是第一个我要讲的，总是996的公司是一个你要逃离的公司，因为它不是一家好公司。第二个，我讲的很简单，就是各位只要随便去看一下就知道，现在公司都比我们的人生命短。一家公司能够撑到10年的不到10%。你的青春有几年啊？你把青春献给一个比你的命还短的公司，然后等到你从20岁熬到了30岁，公司倒了，你再出来的时候，跟你竞争的都是其他20岁的人，你在卖什么命？你把命卖给一个老板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干嘛的公司，你觉得他会有未来？更不要提 AI 会夺走那么多的工作，你还敢996不去学习新的能力，认为未来产生巨变的时候，你要靠什么去面对这个未来呢？所以你只有不在996的情况下，才能储备时间，把自己准备好，学习新的技能跟知识，才能应变未来的变化，而不是把时间全部投资在一家不值得的公司。而当这家企业倒的时候，你无处申冤，说我的青春到哪里去了？谢谢。你们站在反方的人来，可以啊，可以啊。我觉得这个题其实很简单，大家只要认清一个现实，就是这个人生中啊，有一些苦你是不得不吃的。这个时候不工作，什么时候工作呢？你不可能的。你刚刚那个庞颖有一个很动情的地方，说啊，妈妈心疼你，妈妈说你的身体更重要。那你妈妈的身体就不重要吗？你还可以靠你的妈妈，那你的妈妈靠不了她的妈妈了，那不是还得靠你吗？你不996她怎么办？她的身体也很重要啊。然后回答康永哥那个问题说，这确实公司都很短命啊，活个10年什么的。我还就真的遇到过啊，可能大家看着不像啊，我也是个老板，我经常遇到过我们的朋友啊、同事痛苦，工作不下去要辞职啊，说很累。我说如果你找到了更合适的，我现在也不跟你说什么。如果你只是觉得累，我劝你想一想，因为你换别的工作也很累。我巴不得你被米未高薪挖走，但你就怕吃苦怕累，米未也不要你。你这个公司命短，你换到下一家公司去，你还是要一个很有能力的人，他才要你。刚刚正方又说了一大堆，我要快乐，我要休息啊，我要开心。我去年看了一本书，挺好玩的，叫《活出生命的意义》还是什么，忘了，是一个当年在那个集中营里爬出来的一个犹太人，一个心理学家，他特别好，他写这本书纠正了我一点小小的想法吧。我以前也觉得活着就是要快乐，但快乐是很短暂的，不负责任的那个快乐是非常短暂的。你们都有这个经验，人没有一天都笑的，笑是很短暂的，让你活下来的是意义。休息是不可能给你提供生命的意义的，只有工作可以给你提供生命的意义。所以这很残酷，感觉是很残酷的。哎呀，累，谁听到工作都很痛苦。人生中有一些苦是不得不吃的，吃了这个苦你就快乐了。活出生命的意义，向犹太人学习。我非常短回答一下，不好意思。就是蛋总刚才讲那个话，我还是听不下去。我跟你们讲啊，做老板的人在你们员工身上下了很大的本钱，投资你们、训练你们、唯恐你们走。我们说你们该不该拜拜了，这个该不该不要把它自我阉割掉。你说一句说，哎，老板我不干了，老板会立刻求你说，求你留下来。米未要挖你吗？我们这边也很好啊，你们那么累。所以当你说了拜拜，结果公司留你，
你不就得到比较好的条件了吗？你说我以后每天要6点就下班，老板就会说好，以后6点就下班，你就换到一个比较好的工作状态。所以我们不是说你说了拜拜就一定要拜拜，你说了拜拜是跟老板沟通说，哎，你在我身上投资了很多，你现在要留住这份资产，你最好要表现得好一点。所以老板没有老板的立场，你们做老板的人都不适合辩这一题，所以就是你不可以把人生的意义。卡勇哥，我真的。我又不是生下来就是老板，你不可以说人生唯一的意义在工作上，你怎么能够说出这句话呢？这个我必须挺一下蛋哥，这个人生意义真在工作上。没有，我来。那没有工作的人就没有人生意义了吗？蔡老师，你们到底哪一个人要跟我辩？我所有人啊，这很明显啊。我就一句话，在一个企业里面，你们面对老板，你们有多大的议价能力？你们有多大的议价权？什么叫议价权？你们知道吗？议价权是你在别处的机会。如果你在别处有的是机会，你可以跟老板说我拜拜了，你除非你提高工资。但每个人要想清楚，你在别处的机会。该我的一句话了吗？好，我其实，在公司内说过一次，我也公开说一次，鼓励所有效果文化的同事跟我提辞职。因为能提出辞职的人是很厉害的，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能变得这么厉害。这句话很好，所以其实双方导师还是应该下场辩论。对啊，因为我跟蔡老师是好多观点，其实我们私下讨论是非常不一样的，当然我们是很诚恳的讨论。我没有跟你私下讨论过啊。大家好，我是 马，一定要拉黑，我会拉黑我妈。因为我真的不想让我妈知道我穿成这个样子。为什么生活当中我们总要拉黑一些人呢？为什么生活当中居然有那种人，他不用考虑就会拉黑所有人呢？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本期男神新裤子主唱拉黑狂魔彭磊。就所有的这一排，原来他们都在我的那个朋友圈里，现在全都删除了。刚才那个徐峥导演和宁浩导演都要加我来的。嗯，会拉黑吗？可能回家就给删掉了。不加就不加。彭磊，要跳水吗？坐吧。来，请坐。彭磊老师那个节目你们看过吗？哦。然后我要给彭磊老师介绍一下坐在您左手的那位，不认识是吧？介绍那个往生艺人叫李诞已经往生了吗？因为我们是跟鬼在录影啊。这个是彭磊老师对我的定义。在你心里，李诞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李诞是一个你们叫什么往生艺人，靠网络生存的艺人。哪天那个停电了，他们就都没有了。不，他是千百万个想加我的人中的一个，所以就是大浪淘沙嘛。就虽然大家能看见他比较有流量嘛，大家能看到，其实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在加我，但是我只是都拒绝了，不是你一个啊。你觉得这样说我是能开心一点，还是我那个为什么要跟他们一样？彭磊，你带手机了吗？哦，带了。彭磊手机的密码是342118。哎，我的生日。你的生日，你1934年生的，你是1934年21月18号出生的，什么情况？这里边都是那个就是级别比较高的大的导演啊，或者就是演艺界的名人我才加的。哦，是吗？对，我看都有谁啊？没有。张绍刚算什么名人？张绍刚算什么名人？我真是我。你居然没有拉黑张绍刚，但我是没有不加李诞。因为你看还好，现在人这怎么都是女的呀？对，因为他们说你要加一些那漂亮的姑娘，每天他们发自拍，然后你回去可以放松一下。但是如果李诞发自拍，我有点所以你是心动啊还是怎么？你这是什么动作？这个，
咱们这样吧，马老师，来个好不好？你干嘛？满足我一个小小的愿望。哇，我要删一个人，那就得啊，加一个人得删一个人吗？姚二哥，快把姚二哥删了！哎，这样吧，我其他我就看你删谁吧。上回那个徐峥已经删了。那今天删宁浩删了，删陆川吧。删陆川吧。可以，删陆川可以，我同意。好，你删之前不跟对方讲一声吗？没事，他们导演都不说话，从来没跟我说过话。加了之后，所以也没用，而且他们也不发自拍。哎，我怎么怀疑你是自己改了备注，然后自己在家玩啊？就是马路上随便加一个人，然后就把这个人张艺谋，然后当天晚上回家，张艺谋呀，他干嘛删了？不用删，没事，好你先扫一下，你感受一下，这个是给你的一个小惊喜。打印这么大的，哇！蛋仔，有了。有个啊！李诞，你为什么这么千方百计要强人所难呢？就是感觉特别好玩，因为他拉黑了很多人，就是那些人都是在社会上有头有脸的人，我很想跟他们跻身在一个行列里。彭磊，今天我也带了手机，咱们加一个吗？我跟你讲，薛老师是家人狂魔，上次在奇葩说现场加了周冬雨，对，然后周冬雨回去也是把他拉黑了啊。你有周冬雨吗？周冬雨没有。干嘛？你还准备把他名片给他分享一下，拉个群还是？这是你加我的其中一个福利。这叫说你拿着周冬雨在外面招摇撞骗。哇，完了130人了。康永哥，你的朋友圈有多少人？500多个而已。500多还不够多吗？依照社会学统计，你只能够应付150个朋友一辈子。对，那罗老师有多少？5000啊，5000，只能应付150人是能力问题。你这5000个人里有多少人给你付过款呢？我主要是卖面膜的时候他们。对啊。然后彭磊呢，其实是发过毒誓，死活不来我们这个跟人吵架的节目，看一看他怎么说的。我这个节目之后有这么多人支持你，你觉得还能接着造吗？我觉得就是只要不参加综艺就可以。导演早就跟我说让我去参加那个什么那些，就是跟人吵架的节目。我说我说我不要，因为我们音乐做的这么开心，干嘛要去靠说话挣钱，对吧？有道理啊！啊，那你怎么误入歧途？今天来这儿了？今天好像也没有钱，今天不给钱。今天打车钱报吗？待会儿。哦，对，我们是吧？有这。我们吐槽大会有钱，吐槽大会有通告费。你敢去吐槽大会吗？吐槽大会是我没看过，我不太了解。好，那今天啊，彭磊来到我们现场，然后我们看看彭磊作为一个乐队主唱，对于吵架这件事儿，他的态度到底会是什么？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今天站在正方立场的3位。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新奇葩。好，大家好，我叫胡文媛，是武汉市第11中学的一名高中语文老师，然后还是班主任。作为一个语文老师，我每天都睡得很晚，非常晚。我每天要改教案、接家长的电话、补班主任工作日志。尽管我每天都在劝我的学生早睡，我自己从来没有早睡过。所以各位，为什么劝你早睡人更爱你？他连自己都没有管好，就跑过来管你。他其实人非常好，就很可爱，看上去很成熟，其实他才22岁嘛。来，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反方3位。来，第一位。大家好，我是新奇葩陈振岳，然后我是一个办辩论比赛的。两个人在一起分享彼此的生活，在我看来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发朋友圈不需要理由，不发才需要。凌月就是专业辩手的风范。来，继续介绍。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新奇葩许基如。我曾经是一名律师，现在在努力想成为一个优秀的记者和主持人。谢谢。
来，第3位。Hello， 大家好，我叫许天琪，是一名歌手。然后我希望用今天自己的辩论带你们去所有的地方，把所有美好留在你们脸上。我好，够了，够了。你觉得他唱的怎么样？我不喜欢这个 R&B。好，这是我们今天6位选手。今天携程战队是由蔡康永老师负责督战，这边鹅战队由薛兆丰教授督战。在这个舞台上，我不想再做一个异类。我要我的梗不再被冷漠对待。我不想被人说只是个弱鸡。我绝不允许再一次被拒绝。我们不想再被轻视。不要轻视。给你一个坚持的理由，就是鹅。鹅们在一起就是最温暖的力量。我们是海澜之家鹅战队。这一次，我想看到宇宙的疆界。浪起来，带着我的骄傲倔强。星辰大海在那里？工作就暂时不管了。准备好了，就尽兴出发吧！跨越山海，携程安排，我们是携程战队。大家知道，薛兆丰教授和蔡康永老师在《奇葩说》当中是世仇啊！刚才他们2位在这个休息间已经互相不说话了。好，我们就准备开始是吗？不对，还有一个环节没有做，还有一个环节就是，哎呀，来，请大家保持安静啊！好，现在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环节，就是京东一下一时爽，一直京东一直爽。本节目由多快豪爽的京东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国民品牌海澜之家鹅绒系列羽绒服超级赞助播出，鹅真暖和。我跟你讲，就他们家的这个老官啊，这个不容易啊，特别不容易，甭管什么天儿都穿着羽绒服。跨越山海，携程安排。本节目由带你去全宇宙浪一浪的携程旅行超级赞助播出。本节目由我单纯我敢说的江小白超级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动动手指不用跑，好家都在贝壳找的贝壳找房超级赞助播出。好，看一看本期辩题。哎呦，对不起，甜甜姐，我又迟到了。哎呦，这是谁呀？现在忙得不行。我跟你说啊，你再这样下去，就要失去我这个小可爱了。哎呀，不要这样嘛！我跟你说，我真的已经是一下班我就打车过来找你了。这份工作吧，一直需要我996，有的时候还007呢，我太难了。我要辞职。对。就得辞职。哎，你倒是说对了，我早就觉得你应该辞职。你看你现在这个憔悴的样子，满脸都是粉刺小包包，是不是？你这样以后怎么结婚嫁人啊？哎呦，甜甜姐真的想念以前个清纯可爱的小嘟嘟。你看看，走，现在就辞职，走。别，你坐下，你冷静一下嘛。我就是跟你抱怨。其实吧，我还是挺喜欢这份工作的，虽然累，但是接触的人和事儿我还是挺感兴趣的。感兴趣也不行，那也得辞职。哎，你说你这样的小姑娘，你家同龄人啊，朋友圈发点什么东西啊？出去旅行发自拍，你在干什么？写 PPT。你看看人家发一个什么，男朋友女朋友恩恩爱爱吃狗粮，哎呦，你在干什么？写报告。哎，人家发个什么网红圣地打卡，咔嚓咔嚓，哦，熬一西好好吃，你在干什么？点外卖。就是呀，嘟嘟，你要活出你的自己，是不是？勇于走出你的舒适圈，像你甜甜姐一样，不要压抑自己的天性，现在就辞职。
但是吧，其实我对这份工作也挺感兴趣的。我在这份工作中能找到自己的价值，跟同事一起并肩作战，还是挺有成就感的。成就感像个屁！你有时间睡觉吗？你有时间洗澡吗？你有时间谈恋爱吗？你有时间照顾爸爸妈妈吗？我跟你说，死和成就感，你给我挑一个得了吧！来，田姐姐带你跟马老师辞职去，走，咱们现在就辞职。哎，等等，喜欢的工作总是996，我到底要不要886呢？好，谢谢甜甜和嘟嘟。来，题目出来了，感兴趣的工作总是996，我该不该886？886就是拜拜了哈。所以996，我觉得在场应该所有人都完全明白到底是什么意思。今天正方的立场是要拜拜了，反方是不要886啊。好，我想请问一下其他3位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嘉宾，就是你上过班吗？我换过10几个工作，一直在换工作。原来有那种996的工作吗？我干过那247的还。什么叫24？哦，7天24小时。对，24什么工作？对，不让睡觉的。那是什么工作？原来在就是电视台做动画片，那个更特别苦，不让休息，然后那个窗户都是刷上黑漆，看不到外边。你是被判刑了吗？对，反正见过我最辛苦的工作是做动画了，之后再做任何事儿都没有那个苦。所以，但是那是你感兴趣的工作吗？我那会儿特别喜欢要做中国的那个什么原创的嘛，那会儿中国的国产的动画片的高峰。但最后什么也没弄出来，就累坏了。后来说，我有好几个同事40多岁就挂了，对，因为就是不行，就太累了，因为那个事儿，所以音乐拯救了我哈。所以我是支持886的。886啊，蛋兄呢？不支持，不该啊，不该，对，不该。罗老师呢？我也反方立场，不该。你知道你们公司会有人看这个节目吗？我知道，尤其是明年招聘，这个反方音量明年困难了。哦，我也要招聘。没关系，你们公司不一定扛到明年。好，那今天我们就立场鲜明了，好吧？我们请全场观众用手边的红蓝键来表达你们对这个题目的立场。红键是拜拜了，蓝键是不要拜拜了，请按键。3、2、1。好，我们全场100位观众选择不该说再见的有65位，选择该说再见35个人。来吧，来吧，来一点点开始。好，我是一辩啊。对方说不告诉。其他几队怎么样？他们已经讨论1周了。我们这个战队的人的职业比较多元，大家白天要上班，所以赶到现场来的时间就很晚了。因为我们战队都在不同的地方，然后就通过电话语文备赛，属于他自己 low。他们都比你交了更多的钱，你心里就平衡。线索就是最大的问题就是，我觉得我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更好的准备。我们都是第一次在奇葩说的战队对抗当中第一次出场，这是我们的劣势。唯一的优势就是我们都是新人，我们不害怕，我们很想赢。就是我们最强大的时候，不是我们为自己而战的时候，我们最强大的时候是告诉队友不要怕的时候。大家都会有自己的困境，比如说写稿遇到瓶颈啊，或者是自己的观点不太被认可，或者是工作的时间调整不过来等等。我比较担心薛教授的队伍，我们全部队员都拿不准对方是什么路数，因为都是新辩手。就不要以为我们是新人就觉得我们战斗力不行，我们现在觉得我们一定会赢。因为正方人数少，所以正方来获得首先发言的机会啊！哎，胡老师，正方一辩，预备，开始。作为一个
语文老师啊，我先请大家注意一下这句话的句子结构。这句话如果是感兴趣的工作996，我该不该886？其实更对仗，对不对？他为什么非要加上一个总是呢？各位请听题，文中划线部分的总是一词可不可以被删掉？请判断并说明理由。那这道题该怎么回答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作为一个从来都很小气的人民教师，我专门花钱充了一个黄钻去偷看我学生的空间，并删除访问记录。就在上周，我的学生连发了3条说，全部是用总是造句的。第一条，我的体育老师，为什么您总是生病？第二条，我的祖国母亲，为什么您的园丁总是摧残您的花朵？发现了没有，朋友们？当一个人在抱怨总是的时候，其实就意味着他已经不再那么感兴趣了。他开始抱怨，开始质疑，开始感到不舒适和不理解。当你在打游戏的时候，你不会抱怨总是，你只会觉得时间不够用。当你在喝奶茶的时候，你也不会抱怨总是，你只会觉得奶盖不够多。所以各位，当你真的对一个工作感到舒适的时候，你根本就不会发现还有什么其他的事情在总是发生。更何况，如果一个工作已经残酷到连你感兴趣都弥补不了它给你带来的疲惫感的时候，各位不要犹豫了，快点说886吧。这是第一。第二呢，我想请大家注意一下，你们知道教师这个行业一个非常可怕的宿命是什么吗？可怕的宿命是，无论你曾经是一个怎样热血沸腾的年轻人，如果你被繁重的工作制度压迫很多年，你会慢慢丧失掉对教育的全部热情。对于每个学生来讲，高中3年都是一个人的黄金时期，可是对于一个老师来讲，这是被996生活压迫的喘不过气儿的轮回。我有很多同事，他以前的学生回来看他们对他笑眯眯的打招呼，然后等学生走了以后，老师一边继续加班改卷子，一边想很久，这是谁呀？所以各位，我其实常常想，我们经常说我们要祝福老师桃李满天下，可是桃李满天下背后有一个最真实的真相，就是如果你太累，你甚至根本分不清桃子和李子是什么。各位，什么叫做感兴趣？感兴趣就是一腔热爱。什么叫总是？总是就是无数轮回。这不就是最可怕的事情吗？同学们，你有一腔热血，却输给了无数轮回。我真的害怕996有一天会磨灭掉我对教育的所有热情。996的 bug 在于，它让我们既没有办法好好生活，也没有办法好好工作。我们经常讲老师蜡炬成灰泪始干嘛，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嘛，燃烧自己根本就不可怕，我一点都不怕燃烧我自己，可是我怕有一天它会燃烧掉我的热爱，那才是最可怕的事情。最后我猜到了，你们肯定会问我，既然你如此热爱你的学生，你为什么要886？你是不是有病？来，各位，我告诉你们，没有任何一件我们真心深爱的事情不是爱恨交织的。我们从来都是一边爱着一边恨着，维系着我们彼此之间的牵绊。可是如果有一天我其中的恨在根基上伤害到我的爱的时候，就是我该说告别的时候。我作为一个班主任呢，其实我很讨厌答感情题，可是996这道题它就是一道感情题啊，它就是在问我们，在爱恨交织的人生里，你要如何寻找到自己的底线？你的人生究竟要退到哪一步才是你的底线呢？所以各位不要害怕，当你吃不消的时候，勇敢的去说886没有什么，这是你自己人生的选择，你不必一辈子把选择权交到别人手里。谢谢。胡老师，你让我想起了我上课时候下课铃明明响了，还永远不下课的那些老师。
好，我们有请反方一辩，谁呀？啊，现在正式开始。我想问在场的观众有没有听过我的歌？啊，那就对了，我还没有出歌，但是大家马上就可以听到了。好，接下来我的辩论开始。那些你很冒险的梦，我陪你去疯。什么是感兴趣？感兴趣是小贝多芬第一次听歌，是小马丁路德金第一次做梦，所以感兴趣它更像是什么？对，是好奇心，是求知欲，是时代在召唤，在召唤。你看冷漠的观众，冷漠性。今天，当你对一份工作感兴趣，说明什么？说明你的好奇心、期待被填满。但这个时候，你发现它总是996，证明什么？证明根本填不满。感兴趣的工作总是996，说明你的感兴趣不简单，也说明这份工作不简单。但正是因为未知的越多，我们的好奇心才能被更多的填满。就好比你今天感兴趣的只是捏脚，但当你走进店里发现，原来还有这么多服务：采耳、拔罐、刮痧、精油开背，那不如就都试试吧。他是不是新的欧阳超啊？当你发现自己的感兴趣只是冰山上的一角时，为什么不留下来再看一看？看一看这座冰山究竟有多大？第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猫吃鱼，狗吃肉，奥特曼996打小怪兽。今天，在这样一个找工作难的年代，你被雷劈中，拥有了一份感兴趣的工作。你已经超级幸福了，但这个时候你非要说996太累了，你真的是开超跑嫌空间小，开奔驰奥迪又觉得太低调。那我告诉你，你应该去开泰坦尼克号。哎，怎么了？第三，在今天这个法治社会，996绝不可能是一种制度，它是一种经常加班的工作状态。为什么要加班？因为一份耕耘，一份收获。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少壮不努力，老大去种地，种地种地，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所以，只有付出的更多，才能有更多的回报。最后，我想说，听到996，我的第一反应和你们一样，是绝望。那听到感兴趣的工作呢？我相信你们也会和我一样，是希望。但是在绝望面前，希望往往没有胜算。但这一次，绝望和希望在你们身上等来了一个正面交锋的机会。打南边来了个塔吗？打北边来了个哑巴。如果你不放弃，喇叭就不能拿手里的塔嘛换喇叭嘴里的哑巴。但是如果你坚持，喇叭塔嘛哑巴喇叭就都是你的。白老师，地铁老爷爷看手机。但这段是好玩的，尬的好玩。感兴趣的工作和996是水火不容的对手，还是互相成就的队友？就看你敢还是不敢。躲不是办法，干才有希望。嘿耶，我曾难自拔于世界之大，也沉溺于其中梦话，不得真假，不做挣扎，不惧笑话。愿希望于你，经久不息，经996不息。冯磊，你能把沈黎辉介绍给他，把他带离这个现场吗？啊，他可能还是适合唱片公司那边的工作，是吧？
我喜欢辩论打得开心，打得大家热血沸腾，就是这种感觉。我被他吸引了，他很能让大家把目光抓到他身上来。他在进入状态后可以有这种，我觉得是奇葩说特别需要的表现。对，我太佩服薛老师了啊！就是天琪的那段绕口令出来的时候，全场观众都是这样，只有薛老师。薛老师，你觉得刚才他那段绕口令里面的经济学原理到底是什么？没听懂。但是我觉得大家反应挺好的。来，双方一辩，请到开杠台。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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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琪！加油！加油！加油！吴老师先开先杠，每人45秒时间，预备，开始。来，同学，你996过吗？我现在就是。问你，你现在为啥996？因为我感兴趣。因为你感兴趣，所以发现没有，天琪，你现在做的是奇葩说这个工作。如果你真的996，你就不会来奇葩说嘛。我来啊，我是歌手啊。所以你的歌手那份工作是不是没有996了？我没有996，我007，我007。所以发现了没有，天琪，你可以接受007，但你不能接受996。有一天你死了怎么办？007。你咒我干什么？没有咒你，我是心疼你，我是心疼你。每一个老师都舍不得他的学生遭罪嘛。百因必有果，有爸妈才有我。什么东西啊？有老师也会有你的未来。胡老师，你有感兴趣的工作吗？我有啊。那我告诉你，我干爹姓郑，我小名叫能量。我996的工作看到我就像可乐遇到曼妥思，喷的到处都是。神经病啊！对，那您觉得轻松的工作是什么样呢？我只是觉得你的记叙文写作要再练一下。我读书是不太好。好，反方还有6秒，正方没有时间了。天琪，你还有6秒。你时间到。哎，很好玩，好玩。这个老师有一个特别大的优势，就是你的功课要再加强一下，就这一句话就直接把你按到地上摩擦，你知道吗？好，来，全场观众请投票，5、4、3、2、1。好，双方一辩完成之后，一辩跑票数，正方获得34票。来，胡老师加1杠。彭磊，刚才你听得懂他们俩在说什么吗？我听得懂啊，但是我觉得你一直在搞创作。那个老师给你个东西啊。你送一张画给他，签个字，签个字。你别着急，你看到这张画以后，你再说你喜欢不喜欢。没有，他在说话的时候，然后我的手就动了。这个完全可以拿去拍卖，是吧？啊，其实参加一个节目吧，这节目里面所有东西其实都是节目组财产，你能理解这一点吗？能理解哈啊，请坐吧。给人家吧。你让他拿2小时再还给你。恭喜胡老师。2辩，这边2辩是谁呀？思航，思航，有请。这边20。太难了。在座的罗振宇老师、李诞老师都是老板，他们都让我们不该886。我觉得我们这些员工应该说出我们的心声。我们先来说一下天琪同学，唱了很多首歌，我这里也有一首歌叫《离歌》。想留不能留，才最寂寞，那就走啊。下面来说一下我方观点。996，听上去像不像一种感冒冲击的名字？感觉就不太吉利。所以啊，遇到996的工作，我一定会886，不为别的，就为顺口。奇葩说教会我，押韵的一般啊都错不到哪里去。好，我们现在就进入一下这个现实当中的996事件，我们看它是个什么鬼样子啊？首先，毫无意义的开会，台上领导发言2小时，只给我们传达出一条有效信息，他到底在说什么？台下同事头脑风暴10分钟，只讨论出一个结果：今天中午吃什么？然后不知所措的下班，一到下班时间，哎，你放眼一看，干啥的都有，就是没有人要走。
同事都没走，我怎么好意思？大家还告诉你，这是一种文化，待在这里啊，就是努力的象征。你要做一匹狼，而我看了看我自己，一朵浪。这个很好笑。最后没完没了的加班，临下班了，老板啪工作扔你脸上，立马完成，因为他后天要看。后天要看，为什么今天我就要完成？因为明天他会给你一个新的工作，大后天他要看。当然，如果我的工作真的多到8个小时都完成不了，那我真的诚心诚意的想问一句，老板，你能不能多请个人嘛？这抠的。所以啊，996，让我没有一天是快乐的。星期1到星期天，每一天我都视死如归。我这是去上班吗？不是去上坟。是不是有同感哈？然后接下来，这还是个开端，因为你的工作一旦996，你就不得不和自己的生活886。首先，你没有办法休闲娱乐，一周只剩星期天，星期天是拿给你玩的吗？不是拿来给你星期1上班做心理建设的。想去蹦个迪，一周只剩1天，还不够你醒酒。想去旅个游，等小长假吧。按你说，人家说啊，旅行的意义不在目的地，在于沿途的风景。沿途全是车，哪里有风景？好不容易到了目的地，一看又全是人，还不如在路上看车。第二，你的手机变成了炸弹，任何一条短信提示音都让你心惊胆战，宛如惊弓之鸟。我不是在996，是在10086。最后，我的健康每况愈下，我的眼袋大的可以装零钱，头发掉的可以织毛衣。去医院做个体检，拿到结果的我以为占了个大便宜，只花了200块钱，检查出了10几种病。我再不886，我就等着120吧。当然啊，你们都觉得这些。好，这个时候有人就会说了，哎呀，无所谓，没关系，这些都不重要，我可以接受。那么我告诉你，996最可怕的地方就是它让你错过了本该属于你的人和行，以及你的青春。大家冷静下来，我们一起回忆一下，你多久没有和朋友正儿八经的、准时准点的吃过饭了？你说你差那顿饭吗？不，差的是人家吃饭聊的那些八卦。渐渐的，你们发现你们没有什么共同语言了。他们常会抱怨你说你忙，你最忙，你是全球鸽子王。我不会生气，我知道那是玩笑话。但是这个时候，老师不要那么欢快了啊。这个时候，我开始意识到了，哦，我已经忙到连一顿饭都顾不上了。谈恋爱了吗？没有吧？那很难了。不想谈恋爱，不想谈恋爱，非常想，晚上最想，因为晚上最孤独。但是因为996，我们也只拥有晚上啊。哦，你已经有对象了，你回忆一下，你跟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是睡前的晚安和早起的再见。我们同住一个屋檐，却好像身在异地。我们明明热恋，却毫无激情可言。你知道，有时候当我回家看到那个熟睡的他，这个时候我开始意识到了，哦，我已经忙到连一声晚安都来不及说了。父母呢？深夜还在忙碌的你，接到一通本该早睡父亲的电话，你说：“爸呀，别说了，我在忙，明天再说，明天再说，明天再说。”这通电话你明天终究没有拨过去。这个时候，我开始意识到了，我已经忙到连一通电话都回不了。但仔细想想，我们真的有必要这么忙吗？我们忙到把他们所有的关心都当成骚扰，把别人所有的期待都变成了等待。今天这道题，一心扎根工作的人不会问，一心扎根生活的人不会问，因为他们非常清楚自己要什么。中间这群人会问，就像你我一样。感兴趣的工作总是996，你在抱怨，我该不该886？我在怀疑，我在怀疑自己，因为这个时候我已经不明白工作和生活对我到底意味着什么。所以我们说，你说一声886吧，这不是你工作的终点，这是你开始寻求工作和生活平衡的起点。所以这道题，它不是一个选择题，它是一个思考题。这个时候你开始思考你生活的意义、工作的意义。这个时候你开始思考工作和生活的平衡。谢谢大家。这边只剩下3票了。哇！全场100个人，只有3票没有支持的，97个人都被他打动。你们是有多苦？
奇葩说历史上有打到100-0的吗？如果没有的话，那我觉得97-3应该是一个排到前3的一个比分嘛。好，来反方二辩，有请。我内心就是我完全没有压力了，我前面都已经弄成这样了，我怎么着还讲不回个10几20票了，光脚了不怕穿鞋了，冲吧！反方二辩，有请。思恒讲了5分钟，其实我觉得他只讲了一件事情，就是他不喜欢工作。可是他从来都没有讲过，一个对工作感兴趣的人离开他的工作会是什么样子。大家想一下，罗振宇老师，你让他别做知识付费了，回去找一个955的工作。你才做知识付费啊！好的，全家都是在做知识付费。你让他不做现在做的工作了，去找一份955的工作。那些没饭卖出去的焦虑，不就只能囤在家里了吗？那得有多焦虑啊！这才是一个感兴趣工作的人离开他的工作真实面临的状态。来，一个工作轻松了，生活一定会轻松吗？我现在的工作是996办辩论比赛，但3年之前，我在一个高校的行政部门做行政工作，工作非常轻松，基本就是955，每天有大量的时间。但你问我累吗？很累，因为我对自己的工作一点都不感兴趣。我喜欢打辩论比赛，特别是那些在工作日举办的辩论比赛。所以在我的生活当中，有一个问题成为了主旋律，那就是请假。假大家都请过吧？请假这件事情最重要的是什么？一个字儿，真。提前1天跟领导请假，他是根本不会相信你的，所以提前1个月你就得开始酝酿自己的病情。腰一定不能是直的，眼神一定得是涣散的，声音一定要小，但咳嗽的声音一定要大。每天要买一堆乱七八糟的药放在最显眼的位置，让领导看一看我得了多少莫名其妙的疾病。这还只是铺垫，比赛前1天你要订一条半夜凌晨1点07分的短信来请假。为什么是1点07分？因为1点是整点，显得太假了。短信的内容：领导，今天晚上加班到现在。阑尾突然发炎了，必须要去医院了，能不能准我2天假？这才算大功告成，我可以奔赴比赛现场。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有一次我的阑尾真的发炎了，想来想去没舍得割，为什么？留着下次更重要的比赛再发炎。工作明明很轻松吧，可是为什么还是这么狼狈？因为一份工作究竟是不是你生活的负担，它不取决于工作的强度，取决于你对工作的感受。胡老师讲得很好，你知道什么样的人做教师工作特别有那种干劲儿？恰恰就是对教师育人这件事情特别感兴趣的人，他们会主动的把955的工作制变成996的工作状态。他们每天下班之后不会按点下班，他们会想第2天怎么能让我学生把课上的更有意思一点。别人在放寒暑假，别人在放双休日，他们利用这些时间为那些学习困难的孩子提供帮助。955变成996，这是感兴趣的人真正有的状态。好，一份工作。如果你不感兴趣，每天工作6小时，你都觉得是你生活的负担；感兴趣，每天加班，你都觉得自己是热爱工作的小天才。借用青云学姐在上一句的时候说的一句话：你的工作可爱了，生活才会可爱。最后一点，我特别赞同思恒刚才说的一点，说这个题目其实面临选择的应该是站在中间的那些人。但是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这些人之所以会产生纠结，它的原因是什么？刚才那段小片大家应该都记得，我不知道大家印象最深的一个词是什么？可能有的人是朋友圈，有的人是兴趣，有的人是工作。但我记得最深刻的一句话是这样的，是甜甜姐说：“你看看那些小姑娘。”你知道，一个在自己喜欢的事情当中投入时间和精力的人，他真正产生迟疑的是哪一刻吗？根本就不是他觉得最累的那一刻，而是旁边有人对着他逼逼赖赖的那一刻。人家对着程序员说：“你一天天穿着格子衬衫就在格子间里，你的生活好无聊啊！你为什么不去纯 K 过一下996呢？”你对着那些人说：“你连个女朋友也不交，你在你的代码里面到底能看到什么幸福？”可是你不知道，就是那些无聊的代码，在那些技术宅的眼中，每一个都是可能改变世界的钥匙。
我们打辩论的人也是一样的，平常的人总是质疑我们的生活多么的单调。他告诉我们什么？他告诉你们，你们准备了1-2个月的时间，就为了在这里吵一场群架。他告诉我们，你们的生活太单调了，你们去寻找更多的生活，工作和生活应该分开。但是我不愿意，因为辩论就是我的终生所爱。所以，今天站在这里，我其实不是为什么中间地带的人说话，我更想为那些面临旁边的人逼逼赖赖的人说一句：别怕，有我在这里为你们撼动立场，因为我不会886，因为我怕自己因为迎合别人的生活而不配拥有自己的热爱。谢谢大家。厉害厉害厉害，太厉害了！林月非常厉害，我觉得教授这一队的隐形杀手很多，看起来无害的人后来都很有害。那我理解他是一个比较纯粹的那种辩手，所以我没有想到他跟奇葩说契合的那么好。好，反方之后，现场居然回到了73比27。现场的观众，你们是什么单位的？太有主见了，真的啊！你们，我有问题要问郑宇兄啊，好啊，就是为什么他说知识付费你那么不高兴啊？因为我们从来认为知识是服务，不存在为知识付费这件事儿。所以我听薛教授的课是不用付钱的吗？不是啊，就像你说我是卖油条的，存在一个行业叫油条付费嘛。啊，所有的行业付费不用挂在后面啊。所以你就是卖钱呢？就卖钱不用在台面上说嘛。我就卖知识，就是做知识服务啊。早点就是早点服务啊，怎么会有一个早点付费的行业？对，对吧？所以这种完全是语病，胡老师回头教教他。所以要说你是做知识服务的，对啊，而不是做知识付费。对，我只是在纠正他的语文水平。但是这个服务收费，哪个服务不收费啊？对，感谢他就不喜欢收费2个字。对啊，sorry。也有一些服务是不见得现在就收费，比如像贝壳找房，现在提供优质服务，好像就没有那么强调收费这件事儿。对呀，所以就不要谈付费，只谈服务。那罗老师有什么要问反方的吗？你为什么说我贩卖焦虑啊？跟你不焦虑似的，人人都有的东西我卖给谁呀？身为薛老师的徒弟，你难道这点经济学知识不知道吗？满世界谁缺焦虑啊？你看罗老师多焦虑，你看罗老师。我只是很喜欢那个林月当中讲了一个，就是喜欢不会累这一点。我记得我们有一次吃饭，请一位著名的企业家，他被大学请去给 MBA 的同学上课，连上3天，好累的。然后另外一位老教授看了我一眼，就说：“学生累不累？”他说：“我们教书的都知道，你站在台上一看下面，学生不累的话，你是不会累的。”对呀，主持累不累？我看到满场观众这个主意，一会儿忽悠忽悠这样，一会儿忽悠忽悠那样，我就不累。我跟你讲，好，来，双方2辩，准备开杠，加油！好，从思恒开始，先开先杠，45秒。感谢林月刚刚带给我们一篇关于热爱的励志演讲。首先第一个问题，你说如果你真的热爱，你根本就不会问这个问题。感兴趣的工作总是996。如果你真的这么热爱工作，你会问。感兴趣的工作竟然才996，我该不该007？不对，我已经讲过了。他之所以怀疑的原因是别人认为，像你们这样的人认为你们的生活才是生活。我的目的是在于让对方这样的人别逼逼了。不好意思，这道题问的就是我该不该886，不是在询问别人的意思。是的，但是我真正犹疑的原因，在小票当中他讲的是别人家的姑娘，我让他不要再看别人家的姑娘了，自己的爱好才最重要。走。所以你今天我告诉你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你觉得我站在我的立场去跟别人说，我认为你站在你的立场，因为你完全就像一个老板在给我们洗脑。所以今天我们这边也有一个坚定的声音告诉你们，我们可以886，没有什么了不起。相比于老板给我洗脑，我更担心那些不喜欢我生活的人给我洗脑。他们告诉我们，他们的生活才是生活。我告诉你们，如果你们喜欢，如果你们热爱，去吧，坚持，不要听他们的。
如果你认为你的工作就是生活，你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我觉得正方时间到，因为我要摒弃其他的声音，所以我觉得真正关键问题在于，你认为主要的问题出在别人身上，可是我认为那些声音才是我们最该摒弃的。反方时间到。漂亮，漂亮，漂亮！我觉得他们好棒哦，现在新奇葩开杠的能力很好哎。2遍跑票数，反方34票胜出，林月获得1杠。现在双方各获得1杠，就要开始进入3遍时间。正方携程战队3遍，庞颖有请。对方太聪明了，太聪明了。他用“兴趣”这个词告诉我们一件事儿：你只要感兴趣，无论你怎么工作，都一定不会累。感兴趣的事情跟感兴趣的工作是2回事儿。我知道凌月办过一个比赛，我跟詹庆云在那边拿了冠军。他是什么赛事主席？他有一份工作的时候，他去辩论赛，那个辩论赛是他的兴趣，他偷偷去，他特别高兴。如果真的他把辩论赛变成了他的工作，996天天在那儿办，有业绩，有客户，有老板，那个时候你就不一定像现在这样了。如果今天我给他打工办辩论赛还要996，那我还是要对他这个无良的老板说886。我们看看对工作感兴趣是什么样。比如说我自己，我在全世界排名前3的咨询顾问公司工作，我常常收到私信，学姐，我对你们公司特别感兴趣，你们公司是做什么的呀？收到这样的私信，我会会心一笑，学姐懂你。很多时候我们是真的感兴趣吗？我们是对这份工作感兴趣吗？我们是对所谓的光鲜亮丽感兴趣。对一个感兴趣的工作886，是对自己的误会886。下面一件事儿，对方总讲感兴趣，总讲奋斗。996这个事儿是喜欢奋斗的人设计的吗？不是的。我来给大家回顾一下这个制度怎么来的哈。我今天是奇葩公司的老板，我有6个员工，但我觉得呢，给6个员工发薪水有点太贵了。我挑一个老实的，挑一个机灵的，我就给他们俩每人发双份工资，高薪精英，你们给我干3个人的工作。这样呢，我花4份人的钱，我干了6份人的工作，很好啊。你们4个，走吧，回家吧。凭啥呀？凭啥？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这个时代优胜劣汰。但我真的很累。你真的很累。听到对方说没有？你今天只要感觉累，是因为你还不够热爱我们公司的工作。你看看那些后面没有工作的人，你有机会996，这是一种福报。也是哈。你今天不干这份工作，后面有的人排队干呢。老板们最喜欢干的是什么？我就想让他们相信，他们根本没有选择。老板很聪明，我不跟你说你一定要996，但是我给你设定一个业绩。晚上5点半下班来，我跟你说，哎呀，早点回家啊，这个东西明天早上给我就行了，对不对？你没办法去说这个业绩一定要加班才能完成。所以对于这样的老板，我不是强迫大家选择，但是我想跟大家说，你对996说的每一个 yes 都成为了他的一部分，你对996说的每一个 no 都比你想象的更有力量。最后，其实我跟大家说我自己的故事吧。去年奇葩说之后，我做的这份工作是一个基本上是打工族的一个最辛苦的工作了。我第1个项目就遇到一个印度老板，每天大概睡4个小时，周末无休。我就算有一天早晨早点下班，我什么都不想干，我就想吃垃圾食品来犒劳自己。这个时候我产生了辞职的念头。我想给我妈打电话，大家看看这个题，感兴趣的工作总是996，我该不该886？这个题很多时候我们不是问自己的，我们是问自己身边最亲爱的人的，我们应该给他一个什么样的答案？打那个电话的时候，我其实特别怕，我怕我妈跟我说别辞职，这个工作对你的长远的未来有好处。我怕我妈跟我说别辞职，你这个孩子太软弱了，哪一份工作不辛苦？你没有辛苦怎么有收获？我特别怕，特别怕。
但是我那个电话通了之后，我就跟我妈说了几句话，她没用我提出辞职2个字，她跟我说的是，如果你想辞职，妈会支持你，身体最重要，你少赚点钱也无所谓，妈不差钱。那个时候我觉得，这个世界上不把我当劳动力去计算的，不是我的老板，把我当成一个人去爱的是我妈。我们能不能看待每个劳动者的时候，不要考虑他能工作多少时间，创造多少价值，能够完成多少任务？我们能不能考虑他作为一个人，他的生活开不开心？我有对象，但是处在一个异地恋当中。我们在2个城市都有一份体面的工作，我们工作得很辛苦，但是我们分离很痛苦。有一次，我的飞机又从他所在的城市起飞。我看到那个窗户外面下面点点灯火，那是别人家的灯火，我特别羡慕。我觉得作为一个好学生，我努力了这么多年，我究竟要努力到什么程度，我才去配拥有生活呢？每个人都跟我讲延迟满足，年轻的时候不拼搏，什么时候拼搏？可是年轻有几次，人生有多少个10年？我年轻的时候不去爱，我的生活要拖到什么时候？其实996的不只是有这种光鲜体面的高薪工作，我们沿海有很多制造业的工厂，那有很多打工者，他们为了效率3班倒变成2班倒，他们1年不能回家，他们周6不能请假。对于这些人，我们什么时候能想想他们过得开不开心？我们什么时候，我们经济要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们才允许他们为自己的生活而活？886其实不是告别，那是为你自己生活的开始。谢谢大家。正方3辩目前获得37票的优势，来反方3辩，吕吉如，开始。黄颖学姐刚刚告诉我们很多的名词：兴趣、工作、事业、喜欢和热爱。对方刚刚一直在说这些词不一样，说感兴趣很轻松，容易变，不怎么样。但其实，如果你理清这里面的逻辑关系，你发现兴趣正是所有美好词汇和状态的起点的时候，你就意识到了，不要886啊！你886，兴趣才总是兴趣，而你待下来坚持下去，问问你自己，让兴趣变成喜欢、工作、热爱、事业，最后成就自我。我们刚刚辩手其实对老板这个阶层，我觉得有一点误解，就好像他们都生活得非常轻松。我其实很好奇，我觉得各位在笑的时候，我们有尝试去想象过老板们的生活吗？我们是不是下意识的臆断996的人只有我们，承受压力的人只有我们？其实各行各业都有他自己所谓的996。我们抬头看一看舞台上的这些脸，创业者罗老师、马老师，他们的996不在时间上，为什么？因为创业者面临的压力和挑战和难熬在于什么？自负盈亏的压力，不进则退的焦虑。这是创业者们在应对自己所面临的创业者996的方式。你可能会问，为什么2位老师创业前功成名就的主持人图什么？看题目啊，答案很清晰，兴趣。罗老师的兴趣是分享，注意啊，不是贩卖，分享知识。马老师的兴趣是制造内容，创造快乐。所以为了兴趣，承受属于他们的996。我们再看我的队友，大家都很喜欢的脱口秀演员程璐老师。脱口秀演员也有996吗？他不是演完这场就可以回家找思文老师吗？我跟他做了队友之后，我发现准备辩题的2个星期，一直到昨天上场前，他不停地在问一句话：这个段子要是想不了怎么办啊？观众不笑怎么办啊？观众不笑，你们帮我笑一笑啊！我这才意识到，即便是中国一流的脱口秀演员，每一次登上一个新的舞台，面对一群新的受众，他依然有强烈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这是他演艺行业特有的996，不确定性，不知道，竭尽全力，不好说。程老师有他的996，所以你告诉我，有没有一条路是没有996的？你可能没有时间上的996，不确定性的压力呢？自负温饱、自负余亏的这种压力呢？对你的队员、对你的公司成员承担的压力呢？我们今天不要
仅仅盯在这个时间上，说累、说疲惫或者怎么样，每一行都会这个样子。那如果说这种感受上的996是一定的，什么是可以选择的？是我为什么去经受这个996？那我怎么选？就是兴趣2个字嘛。不仅是因为我做感兴趣的工作，我不知道累会很快乐，更重要的是，做感兴趣的工作会让我拥有很多我自己都从未想象过会拥有的品质。我在奇葩说的舞台上呢，很幸运的成为了队长。我之前没有想过，导演们其实问过我说，如果选你做队长，你要不要？你想不想做？不想做，因为生活中真实的我，是一个有一点怕麻烦，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更想集中精力把我自己这个事情做好的人。但是来到这里，我做我感兴趣的工作，996强度，我遇到一群跟我一样，也是奔着这个兴趣来的队友。我突然间意识到，我有了改变，我学会带队伍，我学会去帮助别人，我学会在这个过程中变得更有担当。这是感兴趣的工作把我激励出的最好的一面。所以对方今天讲了很多，生活都很美好，但是思恒，你刚刚说工作和生活不一样，那我一句话最后回应你，我觉得可能工作的意义呢，就是让我们成为一个比以前拥有更多美好品质的自己，然后用这样的一个自己去更好的陪伴我们生活中的家人。谢谢。但吉如没跑票。吉如有一个问题就是太讲道理了，越讲越抽象，可能这一点是使他失分。来，双方3辩，请开杠。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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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开先杠，从庞颖开始哈，45秒。比如你讲这个舞台上的人，他们每个人都有很多身份。罗振宇老师有得到，有奇葩说，还有很多其他的节目，所有东西加在一起996，是不是代表他在任何一份工作都没有996？不，我觉得只是他在任何一份的工作中，并不是的。我觉得他合理的分配了他自己的时间。非常好，充分安排自己的时间，代表什么？我们要有工作，要有爱好，要有生活，所有的东西在一起，不把时间在一棵树上吊死，这不恰恰是我方的立场吗？为什么不把自己的爱好做成兴趣，做到极致呢？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的爱好10年后有新的爱好，现在的爱好10年后不存在了。所以我们要弱水3000，都长一点才是年轻人应该有的生活态度。但我方的观点是，弱水3000，我只取1瓢饮，因为这样这口水会喝得更踏实、更永久。这瓢水里就是那个更好的我自己呀。好，来，双方时间到，正方3辩，获得1杠。我们给2排一些时间，来，秋阳。好，各位好。其实听完整场之后，你们会发现，摆在各位面前的是2种不同的生活状态。正方强调的是平衡的生活，我不仅要有工作，要有爱好，要有娱乐，要有感情。我们讲的东西特别简单，就是在平衡的生活之外，还有另外一种选择，叫做极致的生活。什么意思？如果我所有事情求平衡，弱水3000，雨露均沾，确实可以把每件事情都做得差不多。可是如果这样，就没有出类拔萃，就没有百尺竿头，就没有炉火纯青，就没有极致。所以这个世界上不只有一种选择，不是只能活成温吞水，还可以活成一杯烈酒。你的青春最好有喝醉过。谢谢大家。这是完整的发言啊！走，后排是可以站起来完整发言的吗？您刚才也偷偷的写了满篇的纸送给那个反方的3辩。我是这边的导师，我当然要这个啊。后面也可以完整发言啊。2排有没有？来。我们当然可以过极致的生活，人生是可以选择平衡，也可以选择极致的。您方说，极致是什么？是当你找到一生志业的时候，你当然可以极致。我的热爱，心之所爱，生死已知。那个时候996、886根本不重要，它都不在我的脑海里。现在我们聊的只是兴趣，兴趣是什么？一时兴起。乘兴而至，兴尽而归。兴趣这2个字对我的魅力就在于，我可以接受我这个人对我的兴趣有心而力不足。你说，兴趣是一条开始的路，可是这条路
不是一条只能通向黑的路，它不是没有退路的路，它不是没有选择的路。我方说，找到热爱是那么的难得，那么的重要，所以你在没有找到热爱之前，感兴趣的事情多试试。康永哥满意了吗？二排的这个完整发言。本来对时间长度有一点意见，可是结果他讲的强度这么强，我就好像必须满意才是。好，双方结辩，本着先开后结的原则，先从许基如开始。我来好了，我完了，我们换一下。双方结辩变成凌月是吗？当发现我的立论并不是很能让人听进去的时候，我觉得凌月结辩我们还有赢的可能性，我结辩是没有赢的可能性了。我能感觉出来他不想讲的那个状态，所以我觉得需要我出马，那就由我来说吧。对。好，反方凌月结辩。青云学姐在最后留给我们3个字，叫多试试。在感情里面，谁最愿意多试试？渣男，所以他永远遇不到他一辈子的挚爱。在工作当中，谁愿意多试试？你总相信下一份工作会更好，你总相信你可以找到那份既感兴趣又不用996的工作。可是世界上有这么好的事情，早就让你遇到了。他说，一生挚爱不是熬出来的，我承认，一生挚爱是坚守出来的。我可以承认，我的兴趣来得很随意，可能我喜欢辩论，只是因为第一场比赛的时候，底下有一个我很喜欢的姑娘给我鼓掌。我可以承认，我之所以会喜欢当一名老师，可能只是因为在一次实习的时候，底下的学生给了我最热烈的反馈。可是那又怎么样呢？我们要的不就是一个起点吗？老天把这个起点给我，让那个姑娘和那个学生引领我进入到我一个兴趣的领域。他把你一生挚爱的入口给你了，你说还有很多入口，你可以多试试，你就永远没有办法走到自己真爱的那个山洞的尽头。谢谢。正方结辩，加油！热爱应该坚守，这是对方一直说的，没错，但这不是今天的题目。对方一直举老板的例子、丽人的例子，为什么？那些奋斗是报在他们自己身上的。我们打工族是什么？我们打工族是在给老板实现他的热爱。我为什么要告诉大家不要在工作上花掉所有的时间？因为你要留点时间去寻找自己的热爱。陈景润是在做资料员的时候自学成了数学家。要找到热爱，就不能在自己的工作996。这是我方说的，认清题目。谢谢大家。好，双方结辩之后，我们请全场观众做最后投票。5、4、3、2、1。全部辩论结束之后，来。正方33票获胜，正方还要派一个人来把我们这个京东大礼盒给领走。爽爽大礼盒这次是咖啡胶囊陪你混996，祝你们生活愉快。好，谢谢。可能没有进入那个状态吧，然后我可能自己也没有什么经验。其实天琪是跑了票的，那凌月就跑那么多票，其实就是输在了3辩上，所以就是我没有发挥好。我觉得我们没变好啊，我可能给他们一个错误的信号，他们说的呢是在理的话，但是呢不一定能够非常好的赢取现在此时此刻观众的票数，但是他们更重要的是要想到。他们是在这个高光时刻要为自己留下一点记录，他们要面对的是这些观众以后在翻看时候是怎么想的，更重要的是千万个观众他们是怎么想的。这道题我们在题面讨论了很多，我想说背后的一个逻辑。大家都说老板在为自己的公司努力，而我们老板不应该去压迫工人。实际上，每一个人每一个时候都是在为自己的简历打工。不管那个公司能够维持多久，陪着你那份简历是一直陪着你的，你们要有这个意识。这道题我觉得背后有一个没有讲清楚的逻辑，是一个博弈论的角度。什么叫博弈论的角度呢？就是每当我们思考问题、考虑问题的时候，总要把别人是怎么考虑问题的这一点考虑在内。这是博弈论的角度。
为什么我们喜欢的那个女孩，你们发现吗？特别难追，特别挑剔。不是因为她挑剔，你知道为什么吗？是因为我喜欢的很可能是其他好多男孩也喜欢。不是她要挑剔，而是其他的男孩使她变得挑剔。996，你以为一个老板让你996，你就能够996吗？不是的，因为还有其他的员工愿意996。经济学里面有一句话叫“买家和卖家之间从来是不竞争的”，很多人没意识到这一点。竞争永远是在买家和买家之间展开，或者在卖家和卖家之间展开的。老板的出现永远是给你多一份工作的选择。你的竞争对手是谁？不是老板，是你的跟你一样的其他的员工。你要这样去看问题。所以经济学里面有一种竞争的方式，叫抬高竞争对手的成本，或者限制对方竞争。我是一个懒惰的学生，我希望学校早一点宣布9点钟、8点钟就关灯，所有人睡觉，这样我的处境会好一点。因为我不愿意努力，别人也不能努力。这是一种竞争的策略。所以别人996，你要不要劝别人不要996，珍惜你的生命？要。我们要不要掷地有声、铿锵有力的说，我反对996的制度？要。我们自己要不要996？要。第二点，我要再解释一下，什么样的工作更可能是996？这是经济学里面所谓的相对价值的概念。做饺子的时候，面粉多了，肉就贵。男孩多的地方，女孩贵。资本密集的地方，劳动力的价值高。在那些工作，什么样的工作？资本多、变化大、机会特别多的那些工作岗位，他们对另外一种搭配的资源，就是劳动力时间的付费就更高，人们就越愿意呢多付时间去工作。这时候你是愿意去做。肉跟肉放在一块，那肉是不值钱的。男孩放在男孩那，男孩是不值钱的，要放到女人堆里面，值钱。所以自己每个人要想想自己这几十斤放在哪个平台上，放在怎么样的工作上，大家要想想清楚。你们每一个人都是在为自己的简历打工。谢谢大家。左老师现在也是反方立场啊。对，做老板的都反方啊。我觉得可以。哎，我觉得主要是你们还是既不懂这个工作，也不懂怎么当老板。你知道当老板的现在有多惨吗？那就别当了。当老板的工作叫营销工作，是吧？一个一个的岗位营销出去。比如说，我请薛老师到我们得到来做他的经济学课，我敢跟他瞪眼，我敢剥削他啊！你应该那个时候996都不止，不止。做薛兆丰的经济学课的时候，对我们俩的关系难道是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吗？第二，你还真以为工作和生活能分开呢？各位现在心里难道没点数吗？你晚上出去约个朋友吃饭，你还真觉得你在生活呢？你在那个过程当中赚了多少工作的念头？你就是晚上5点放你下班有什么用？微信上你不还在工作吗？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命，别挣了，就这样吧，还白溜，不可能的。我现在我觉得康永哥急需发言，他的头已经摇到，对，康永哥已经很不开心了。对，我很不开心啊！我觉得老板们占了别人的便宜还要卖乖，这个我受不了。就是你们实现你们的梦想，把大家都拖下水，还要告诉他们是他们的荣幸，这个我觉得太欺人太甚了。所以你跟薛教授成就的事情，成就在你们自己身上，做老板赚自己的钱，创自己的业，出自己的名。而叫别人付出他们的人生，我觉得不得已可以这样做，可是把它讲成理当如此，而且没有别的选择，这个太过分，所以我没有办法
接受。可是我要跟你辩的不是这件事情，我有事情要跟你们讲啊，老板们我们就先不聊。总是996的公司，在我看起来有2个最大的问题，是你必须要闪避，不应该继续待在这家公司的。第一个，公司的员工不知道自己在忙什么，才会总是996。你都不知道自己在干嘛，你才会总是加班。要不然你最多就是月初加班或者月底加班，你总知道你干嘛加班，而不是把加班当成了常态。所以这是第一个我要讲的，总是996的公司是一个你要逃离的公司，因为它不是一家好公司。第二个。我讲的很简单，就是各位只要随便去看一下就知道，现在公司都比我们的人生命短。一家公司能够撑到10年的不到10%。你的青春有几年啊？你把青春献给一个比你的命还短的公司，然后等到你从20岁熬到了30岁，公司倒了，你再出来的时候，跟你竞争的都是其他20岁的人，你在卖什么命？你把命卖给一个老板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干嘛的公司，你觉得他会有未来？更不要提 AI 会夺走那么多的工作，你还敢996不去学习新的能力，认为未来产生巨变的时候，你要靠什么去面对这个未来呢？所以你只有不在996的情况下，才能储备时间，把自己准备好，学习新的技能跟知识，才能应变未来的变化，而不是把时间全部投资在一家不值得的公司。而当这家企业倒的时候，你无处申冤，说我的青春到哪里去了？谢谢。你们站在反方的人来，可以啊，可以啊。我觉得这个题其实很简单，大家只要认清一个现实，就是这个人生中啊，有一些苦你是不得不吃的。这个时候不工作，什么时候工作呢？你不可能的。你刚刚那个庞颖有一个很动情的地方，说啊，妈妈心疼你，妈妈说你的身体更重要。那你妈妈的身体就不重要吗？你还可以靠你的妈妈，那你的妈妈靠不了她的妈妈了，那不是还得靠你吗？你不996她怎么办？她的身体也很重要啊。然后回答康永哥那个问题说，这确实公司都很短命啊，活个10年什么的。我还就真的遇到过啊，可能大家看着不像啊，我也是个老板，我经常遇到过我们的朋友啊、同事痛苦，工作不下去要辞职，啊说很累。我说如果你找到了更合适的，我现在也不跟你说什么。如果你只是觉得累，我劝你想一想，因为你换别的工作也很累。我巴不得你被米未高薪挖走，但你就怕吃苦怕累，米未也不要你。你这个公司命短，你换到下一家公司去，你还是要一个很有能力的人，他才要你。刚刚正方又说了一大堆，我要快乐，我要休息啊，我要开心。我去年看了一本书，挺好玩的，叫《活出生命的意义》还是什么，忘了，是一个当年在那个集中营里爬出来的一个犹太人。一个心理学家，他特别好，他写这本书纠正了我一点小小的想法吧。我以前也觉得活着就是要快乐，但快乐是很短暂的，不负责任的那个快乐是非常短暂的。你们都有这个经验，人没有一天都笑的，笑是很短暂的，让你活下来的是意义。休息是不可能给你提供生命的意义的，只有工作可能可以给你提供生命的意义。所以这很残酷，感觉是很残酷的。哎呀累，谁听到工作都很痛苦。人生中有一些苦是不得不吃的，这吃了这个苦你就快乐了。活出生命的意义，向犹太人学习。我非常短回答一下，不好意思。就是蛋总刚才讲那个话，我还是听不下去。我跟你们讲啊，做老板的人在你们员工身上下了很大的本钱，投资你们、训练你们、唯恐你们走。我们说你们该不该拜拜了，这个该不该不要把它自我阉割掉。你说一句说，哎，老板我不干了，老板会立刻求你说，求你留下来。米未要挖你吗？我们这边也很好啊，你们那么累。所以当你说了拜拜，结果公司留你，你不就得到比较好的条件了吗？你说我以后每天要6点就下班，老板就会说好，以后6点就下班，你就换到一个比较好的工作状态。所以我们不是说你说了拜拜就一定要拜拜，你说了拜拜是跟老板沟通说，哎，你在我身上投资了很多，你现在要留住这份资产，你最好要表现得好一点。所以老板没有老板的立场，你们做老板的人都不适合辩这一题，所以就是你不可以把人生的意义。康永哥，我真的
我又不是生下来就是老板，你不可以说人生唯一的意义在工作上，你怎么能够说出这句话呢？这个我必须挺一下蛋哥，这个人生意义真在工作上。没有，我来。那没有工作的人就没有人生意义了吗？蔡老师，你们到底哪一个人要跟我辩？所有人啊，这很明显啊。我就一句话，在一个企业里面，你们面对老板，你们有多大的议价能力？你们有多大的议价权？什么叫议价权？你们知道吗？议价权是你在别处的机会。如果你在别处有的是机会，你可以跟老板说我拜拜了，你除非你提高工资。但每个人要想清楚，你在别处的机会。该我的一句话了吗？好，我其实，在公司内说过一次，我也公开说一次，鼓励所有效果文化的同事跟我提辞职，因为能提出辞职的人是很厉害的。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能变得这么厉害。这句话很好。所以其实双方导师还是应该下场辩论。对啊，因为我跟蔡老师是好多观点，其实我们私下讨论是非常不一样的。当然，我们是很诚恳的讨论。我没有跟你私下讨论过啊。继续进行之前，我们要请今天彭磊来，手中有一杠，来送给这6位辩手当中，你觉得应该获得本场最佳的是谁？因为我其实我是正方吧，因为我是一个受害者，我现在还处于这个打工阶段。别闹好吧，你的乐队怎么叫打工阶段？是，因为，所以我很幸运的参加正方了，然后正方的那个最浪的选手吧。啊，正方最浪的选手。最浪的选手，对。正方，我看看他认为正方谁最浪。谢谢，不好意思，表现非常好，谢谢。啊，思恒获得一杠，画了一只狼。那是你对思恒的印象吗？像他的思路清晰，然后表达的又轻松，所以我喜欢。哎，你给他画的一个狼是什么意思？因为他的表演特别有点浪的了。哦，这是一只狼，然后在冲浪，骑着摩托冲浪。他还蛮有想象力的哈，我不知道在水上面怎么骑摩托车，水上摩托。我问一问彭磊怎么样？改变立场吗？我不改变，因为我还是那个被压迫的那个阶级。现在，有的时候你想所说的梦想、什么理想这些，当然是屁话了。但是它确实一瞬间，你一时没想好就溜走了，你被那些资本家给淹没了。最后，但是我们这个20多年就是在非常差的条件下，然后非常辛苦的一边上着996的班，一边来做乐队，这样才坚持下来的。因为你没放弃这个梦想，所以最后我才能上这个乐队夏天这种节目。然后才能让被大家知道。如果我真的说一直把我自己的那个996那个工作干得很好的话，可能呢我这个估计早就完蛋了。所以还是别放弃，别放过自己的一闪光的那个念头。工作就是有时候糊弄也没关系，然后能早回家多睡一会儿，然后为你未来可以过得更舒服一点啊。我是这个想的，我自己的经验啊。其实这道题，你记得咱们初始投票的时候，反方是获得了更多现场观众的支持的，有65个人支持反方嘛。我自己的解读就是，其实所有人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会有一个自己内心的判断，但是这和他愿意听到什么是另外一回事儿。对。但是我相信每一个人心里有自己的一个判断，就是我到底要做什么动作的那个决定。我想听到正方更多的观点。因为那是我缺的，我心向往之，我虽不能至，所以我需要这份心灵的抚慰。所以正方的话，我越听我越高兴。对呀，康永哥的话，我越听我越高兴。对呀，但是奇葩说之所以把每一道题都拆成正反两方，就是为了让人看到背面的那个东西，就是为了让人看到，其实我们的人生就是矛盾的。我们即便决定了往东走，我们心里会想着西边。我们虽然决定了我们的人生是往北去的，但是我们南方的温暖永远会对我们有巨大的吸引。我们就生活在这样一个矛盾当中。
这不就才是人生和生活吗？然后回到现场，这不过是一场小小的辩论，不会影响你的生活。如果能有些许启发，已经是这个节目最大的意义了。然后回到这场比赛当中，我觉得今天反方真的发挥不好，所以我们要在反方3个人当中淘汰1个人。我们现在请全场的观众给反方的3个人进行投票，来，给许天琪投票。63票。选了。给陈凌月投票，5、4、3、2、1，陈凌月92票。许吉如，5、4、3、2、1。38票。我的天哪，他们队怎么办啊？许吉如淘汰，什么意思啊？许吉如是俄战队的队长，在投票当中，许吉如只得了38票。你们队有在下不服卡吗？没有。今天许吉如的在全场的发挥不如人意，获得了只有38票。虽然身为队长，但是许吉如依然在这个环节面临淘汰。我确实觉得今天没有发挥好，那把我淘汰掉也是对的。奇葩说真是零黑幕的节目，太狠了。马老师，哎，我能把这张在下不服卡送给薛老师吗？贝壳厂房战队的罗振宇老师要把他的在下不服卡送给俄战队，薛教授接受吗？感谢罗老师。说实话，这张卡本来是我们队的队员的保命符哈，我也没有跟职中和我的队员商量过，但是我觉得奇葩说缺不了许吉如。我相信我的队员会支持我的。哦，那我们怎么办？我们现在没有啊。罗老师对我们很有信心，对我们很有信心啊。哎，万一不是淘汰我，是淘汰席瑞呢？席瑞也是要用这张卡的呀。这就是我的生命，我跟你说，这就是我的生命。你在干什么？我们马上要比赛了。没有，就是哎，你就是想归想，你气归气，你想到自己要比赛了，万一我们这队输了会淘汰人。但是当时那个局面就是，我觉得他就是个好人，嗯。好，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张在下不服卡。这张卡片只有一次性的使用权，也就是当队中有一个人被淘汰的时候，他可以使用这张卡，在对方的3个辩位当中选择一个人进行一场1v1的辩论，然后由全场观众的胜负来决定谁最终面临淘汰。现在罗振宇老师把这张卡送给了俄战队的薛教授和许吉如。我代表俄战队感谢贝壳找房战队，感谢。谢谢正在备战间的职中和我的队员们，谢谢，我相信你们会理解的。那我们邀请许吉如在正方的1辩、2辩和3辩当中选择一位进行一个1v1的对抗。选择谁？我选择1辩胡选择老师。1辩胡老师。胡老师超级的。康永哥举手，有话要说。
您请。我向奇葩说表达抗议。